王一博不仅多才多艺，他的整体穿搭也是既时尚又极具个人特色。王一博作为中国娱乐圈的95后代表之一，不仅在演艺事业上成就斐然，也是备受喜爱的正能量男艺人。他的颜值、气质、身高与身材比例无疑是加分项，而在表演、歌唱、舞蹈以及主持等多方面的才华也让人折服。更为吸引人的是，他的穿搭风格既紧跟时尚潮流，又独具个人特色。王一博的整体穿搭风格充满了多样性与变化性，无论在任何场合，他总能以一种与众不同的姿态亮相，散发出属于他的独特气质。王一博粉丝慌了，宋威龙、张凌赫抢滩95后顶流，资源蛋糕被谁分走？最近内娱95后顶流的蛋糕正在被重新切分，这种变化并不是空穴来风。王一博粉丝之所以情绪波动明显，也确实有其现实背景。根据网易新闻6月的报道，宋威龙凭借《承欢记》的热度，实现口碑与播放量的双重回升，而张凌赫则通过拿下宝格丽全球大使这样的顶奢资源，进一步挤压了原本集中在95小生群体内部有限的资源空间。再结合搜狐娱乐5月的数据，逐玉播出期间，张凌赫单日微博互动量一度暴涨300%，这种直观到肉眼可见的流量迁移，让长期缺乏新剧输出的王一博粉丝产生了强烈的不安感，甚至有人直言传统领地正在失守。说到底，当其他同龄偶像在综艺、代言与新剧3条赛道全面开花时，自家偶像却因续约风波与作品空档陷入沉寂期，这种落差放在任何粉丝群体里都难免焦虑。在这场新旧流量交替的过程中，宋威龙与张凌赫的突围路径显得尤为扎实，也更具说服力。宋威龙在《承欢记》中成功跳出了以往年下小狼狗的固有标签，用更成熟的表演状态完成了一次形象升级，单周播放量突破8亿的数据，甚至让平台方迅速追加特别内容以延续热度。而张凌赫的表现则更具硬核意味，在逐玉拍摄期间，他为贴近角色主动减重15斤，甚至穿着重达40斤的真假咒完成大量打戏拍摄，最终让腾讯站内热度冲进历史前3。更具传播力的是他在宝格丽活动上的延伸表现，一段用无锡方言科普双碳目标的视频在 B 站播放量突破1000万，这种兼具专业感与亲和力的理科生顶流人设，精准击中了路人缘的关键点。相比之下，部分95后小生仍停留在依赖滤镜古偶维持曝光的阶段，而他们已经开始用作品数据与商务含金量重新定义所谓顶流的标准。粉丝的焦虑本质上折射的是内娱始终存在的残酷资源逻辑，总量有限，竞争必然存在。当张凌赫拿下宝格丽全球大使，也就意味着同类型小生在顶级奢侈品赛道上少了一次关键机会。从理性角度来看，王一博去年演唱会票房刷新纪录，手游代言也保持长期续约状态，基本盘依旧稳固，并未真正动摇核心地位。行业观察者也指出，真正的挑战并不在于竞争者增加，而在于95后艺人整体进入转型窗口期。当流量红利逐渐见顶之后，最终决定高度的仍然是作品的厚度与持续输出能力。与其在评论区围绕资源分配争论不休，不如参考一些更务实的职业态度。
比如张凌赫在拍摄结束后凌晨4点仍坚持与群演逐一握手致意，用细节与专业赢得尊重。归根结底，观众真正愿意为之买单的，从来都是好作品本身，而不是停留在饭圈语境中的资源拉扯与情绪对抗。王一博这次现身机场，本来只是一次普通出行，却没想到很快成为大家讨论的话题。很多人第一眼看到现场画面的时候，甚至有一点意外，因为这一次的王一博没有刻意追求复杂造型，也没有选择那种特别抢眼的搭配，相反，他穿得很简单，宽松的衣服，低调的颜色，整体状态看起来轻松又自然，和大家平时在活动现场、舞台上、镜头前看到的王一博好像不太一样。也正因为这种反差，让很多人开始重新注意到一个问题：当王一博离开聚光灯的时候，他真实的生活状态到底是什么样的？其实仔细想想，这种反差并不难理解，因为公众看到的很多时候都是工作中的王一博，舞台上的王一博需要配合作品风格，活动上的王一博需要符合品牌形象，拍摄中的王一博需要进入角色。很多造型背后其实有完整团队参与，从服装到发型，从颜色到细节，每一步都经过反复确认，所以大家习惯了那个精致、利落、状态始终在线的王一博，久而久之，好像也默认他应该一直保持那种样子。但问题是，工作状态之外，他首先也是一个普通人。普通人下班以后会换掉正式衣服，普通人出门会优先考虑舒服，普通人赶飞机的时候也不会时时刻刻像拍杂志一样生活。那为什么到了王一博这里就会变成另外一种标准？这其实是很多艺人都会面对的问题，因为公众人物身上一个很普通的小细节也容易被放大，一件衣服、一个颜色、一个动作，甚至一个表情都会被不断讨论。而这次机场出现的王一博恰恰让很多人看到了另一面。你会发现他并没有因为镜头出现就突然切换成营业状态，也没有为了所谓的完美形象特意把自己变成另一种样子，他只是按照自己的习惯，穿自己舒服的衣服，完成一次普通出行。某种程度上，这反而是一种难得的真实。其实如果认真观察王一博这些年的公开形象，会发现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，他的很多选择一直都有自己的节奏，不管是作品方向还是生活状态，包括穿搭，他并不是那种一直追求高调的人，很多时候他更重视舒适感和状态本身。所以这次宽松版型和简单颜色出现，其实未必是随意，反而可能恰恰说明这是王一博真正喜欢的状态。因为舒服，所以穿；因为适合，所以选择。没有那么多额外表达，也不需要刻意证明什么。而这种感觉其实和大家看到的王一博一直很像，安静一点，克制一点，把更多精力放在重要的事情上，
比起一直维持完美外壳，它更像是在工作和生活之间找到自己的平衡。尊敬的各位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。最近王一博现身机场时的穿搭再次引发了不少讨论。有人觉得简单低调却很有高级感，也有人觉得机场造型越来越像一种个人表达。不过也有很多网友发现，真正让大家持续关注的，也许不只是衣服本身，而是王一博身上那种自然又舒服的状态。如果是你更喜欢明星机场穿搭偏日常一点，还是舞台感强一点呢？欢迎留言一起讨论。另外，也有不少朋友问过，类似王一博这种简约风、休闲风搭配怎么选？我顺便整理了一些放在评论区下面啦，感兴趣的话欢迎自己去看看，不一定买。参考一下搭配思路也不错，非常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。当然，也有人会觉得，既然是公众人物，是不是应该时刻保持精致？这样的想法其实也能理解，因为大家喜欢一个人，自然会期待看到最好的一面。但换个角度看，真正让一个艺人被喜欢很久的，从来不只是衣服，而是状态，是作品，是长期稳定输出带来的信任感。王一博这些年经历过很多不同阶段，舞台上的光芒，影视里的突破，赛道上的坚持，纪录片里的探索。但不管在哪个阶段，你会发现他始终有一个特点，不会为了迎合所有声音而改变自己。这种坚持不一定最热闹，但往往最难得。所以这次机场穿搭被讨论，也许真正值得关注的不是谁搭得更高级，而是大家看到了一种更自然、更生活化的王一博。那个离开聚光灯之后，依然按照自己节奏生活的人。某种意义上，这种真实反而比精致更有力量，因为真正稳定的人不需要时时刻刻证明自己，而王一博这一次只是用一种轻松自然的方式告诉大家，工作的时候认真投入，生活的时候舒服自在，这两件事从来不冲突。关于这次机场穿搭的讨论，很快从衣服本身慢慢延伸到了另一个话题：什么才算真正的时尚感？有人觉得，时尚应该精致完整，每一次出现都保持高标准状态。也有人觉得，真正有风格的人不需要刻意用力，舒服自然本身就是一种表达。于是围绕王一博这次的造型，大家开始出现了不同声音。支持的人认为，王一博这样的穿搭反而让人觉得真实，没有复杂搭配，没有刻意制造视觉效果，就是按照自己的习惯去穿。这样的状态看起来轻松，也更接近日常生活。而另一部分人则觉得，和舞台上的王一博相比，这次少了一些精致感，没有以前那种强烈的时尚氛围。但仔细想想，这两种观点其实并不冲突，因为时尚本来就没有统一答案。有人喜欢设计感，有人喜欢舒适感，有人欣赏完整造型，有人更在意一个人穿衣服时呈现出来的状态。每个人看到的重点都不一样，而王一博这次机场造型，恰恰把这种差异放大了。
很多人之所以会产生反差感，其实是因为大家太习惯看到工作中的王一博，公开活动里的王一博往往都是经过完整准备之后出现，服装要配合主题，颜色需要协调，整体状态需要统一，从发型到配饰，从轮廓到质感，每一个部分背后都有专业团队参与，最后呈现出来的不只是穿搭，而是一次完整表达。久而久之，大家会默认王一博就应该一直保持那种状态。但问题是，工作里的形象不一定等于生活里的样子。很多人下班以后会换掉正式衣服，很多人旅行的时候会优先舒服，艺人其实也一样，只不过普通人的变化不会被放大。而王一博作为公众人物，每一次出现都会被记录和讨论，于是原本普通的穿衣选择也会变成大家关注的话题。其实回头看看王一博过去这些年的状态，会发现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，他一直没有把自己固定在一种风格里，有时候利落，有时候简单，有时候很有舞台感，有时候又特别生活化，不同阶段会有不同表达，而这恰恰说明他没有被一种固定形象限制。工作的时候认真完成角色，生活的时候选择舒服自在，这样的切换其实很正常。很多艺人都会这样做，因为如果一直活在工作状态里，反而很难找到真正放松的时候。而王一博这次穿搭带来的讨论，也让很多人重新意识到，原来一个人的时尚感不一定来自复杂搭配，有时候一个人知道自己喜欢什么，知道什么适合自己，本身就是一种风格。你会发现，真正稳定的人很少急着证明自己，因为他们知道不同场合需要不同状态，公开活动有公开活动的表达，私人时间有私人时间的节奏。王一博这次机场造型也许没有刻意追求惊艳，但正因为这种自然感，反而让更多人看到另一种状态，那个离开镜头以后不需要时刻营业，也依然保持自己节奏的王一博。从这个角度看，这次讨论的意义也许早已经不只是穿搭本身，而是在提醒大家，精致是一种选择，舒服也是一种选择，而能够自由切换，并且始终保持自己的状态，或许才是更难得的事情。关于这次机场造型，网友们的反应其实很有意思。有人觉得王一博这次穿得太简单，没有舞台上那种精致感和完整感，也有人觉得这样反而更真实，更像生活里的状态。不同声音一起出现，让这次普通的机场亮相一下子变得热闹起来。但仔细想想，这种讨论本身并不奇怪，因为大家对王一博一直都有很多期待。有人喜欢舞台上的王一博，喜欢他每一次公开活动时完整的造型、利落的状态，还有那种很强的风格感。所以当看到这次偏休闲、偏舒服的搭配时，会自然地拿过去熟悉的样子去比较。这种想法其实可以理解，因为一个艺人在公众面前长期建立起来的形象，本来就容易让人形成固定印象。但与此同时，
也有很多人注意到了另外一点，那就是这一次的王一博好像没有刻意去迎合镜头，衣服简单一点，颜色低调一点，整个人看起来放松很多。这种状态和舞台上不同，但并不代表少了时尚感，反而让人看到另一种属于他的感觉。其实时尚从来没有统一答案，有人喜欢复杂设计，有人喜欢舒服自然，有人觉得精致重要，也有人觉得状态更重要。所以同样一套衣服，不同人会有不同理解，而王一博这次刚好让大家看到这种差异。后来一些关注时尚的人也开始讨论这次造型，有人认为这种简单风格其实很符合现在越来越多人喜欢的方向，干净、自然，不刻意表达。当然，也有人提出自己的建议，希望层次感再丰富一点。但不管是哪一种观点，至少说明一件事，大家都在认真看待王一博的形象，而这种关注本身也是一种认可。其实回头看看王一博这些年的公开造型，会发现他的工作状态一直很稳定，正式活动认真完成，作品宣传认真准备，公开露面保持专业。所以这一次私人行程里的轻松状态，并不代表不重视形象，更像是把工作和生活区分开，工作的时候投入，生活的时候舒服。这种切换其实很正常，只是放在公众人物身上，会被更多人注意到。所以这次讨论真正有意思的地方，也许已经不是衣服本身，而是让大家看到，原来舞台上的王一博和生活里的王一博可以同时存在。精致是真实的，自然也是真实的，而能够按照自己的节奏生活，同时保持属于自己的状态，也许才是更难得的事情。感谢您观看视频，如果您觉得这期时事通信有用，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祝您生活愉快，充来活力，再见。